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坚持下去啊，这个守军如果最后投降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有外国的雇佣军，特别是这个职衔比较高的这种雇佣军。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俄乌交战以后啊，马里乌波尔可以说是打得最激烈、打的时间最长的这么一个点。为什么俄乌双方要在这里进行长时间的交战啊？那这个为这么一个点，两国的总统还都专门对外发声，因为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呀，如果俄军攻打就是亚速钢铁厂，而且要消灭里面的守军的话，那乌克兰就不再和俄罗斯进行谈判了。而普京总统呢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在谈论或者在讨论就是对亚速钢铁厂的战法的时候，也下达了他的指令。因为当时呢，绍伊古国防部长呢提出了用强打的办法来占领亚速钢铁厂，来歼灭里边的守军。那这个普京总统说呢，不行这个办法不行，就不能强打，因为这个强打之后呢，会造成这个钢铁厂整个的毁坏，造成呢就是这个守军，也就是亚速营还有乌军的官兵的这些大约有2-3千人的伤亡。而且呢，在攻打的过程中，由于要打地道里边的目标，打巷战，那可能还会造成俄军的官兵的大量的伤亡，所以不同意这样打，采取了围而不打的这么一种办法。那么围而不打，这样对双方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先说从乌军来讲因为乌军现在呢，就是他本来是守卫着这个马里乌波尔有3个重要的地点，一个是海港还有一个呢是城市，第3个呢就是这个钢铁厂。那现在呢，在这3个地标性的位置已经失去了2个，也就是海港已经被俄军占领了。那么城市呢，经过巷战之后呢，也被俄军占领了。那现在呢，就是无论是乌军的这个陆战队就36旅，还是守卫在就是原来马里乌波尔的这些亚速营的部队呢，都集中到了就是亚速钢铁厂这样一个区域里边来进行守卫，就是最后的一个据点。那么在这个据点里边呢，它主要依仗着就是这个钢铁厂由于有很多的厂房仓库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屏障。那既然如此俄军现在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办法。那不打之后呢，我们看对于这个俄军来讲那他现在就是起码没有人员的伤亡，因为我不进攻嘛，在里边的人对他是无能为力的。而在里边的守军呢，他可以说已经弹尽粮绝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俄军围而不打，可能形成了一种呢，就是起码自己没有人员伤亡，而可以用这个精确制导炸弹，或者是像一些轰炸的方法呢，不断的袭扰守军，而且呢留出了这个人道主义通道。所以呢对他来说呢比较有利。那既然如此，我们看到下一步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是这个俄军会占领就是亚速钢铁厂。那么由于呢它没有用大规模的轰炸或者是爆破这种方式呢，那钢铁厂可能还会留下来。那将来的话呢经过复建还可以重新的恢复生产。那现在就是这里边的守军恐怕就插翅难逃了，因为这个普京总统说呢，不能让一只苍蝇飞出来那你想想，这个防守的程度是非常严密的。那作为乌克兰一方来讲，他如果派兵来救援这里边的部队，那这个救援的部队很有可能在半道上就被俄军给消灭掉，所以他现在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如果就依靠钢铁厂里边的这些官兵军队要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来，这个也是非常难的，因为他们没有这种装甲车和坦克。那这个单兵这么冲出来，那人家有坦克有装甲车，还有空中的这种直升机火力支援，那这些冲出来的人员可能大部分都是当炮灰了，所以也没法这么办。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坚持下去这个守军
如果最后投降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有外国的雇佣军，特别是这个职衔比较高的这种雇佣军啊，因为现在已经被俄军抓到了英国的雇佣兵啊，他要求啊英国首相约翰逊来救他们啊。那还有呢，就是如果再有北约里边的高官混杂在里边，或者教官混杂在里边，这样的话呢，就可能给俄军啊更多的口实，就是人家有啊，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俘虏啊，来说明北约或者是外国的军队参加了俄乌之间的这种冲突啊。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说这个亚速钢铁厂能不能够守住，或者是被俄军占领，这个无论对俄乌哪一方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地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个双方呢在这里进行焦灼的啊争夺。不要看围而不打，但围而不打实际上呢是在考验双方啊这个参战的这些官兵的意志和他们的这种作战的能力。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